你见过如此可爱又红艳艳的村子吗？这是我自驾旅行甘肃的路上，来到陇南的大山之中。这天下午，我开着车经过盘山公路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独特的村子，全村的屋瓦都是红色的，就像电影《爱德华剪刀手》里那些可爱的房屋。出于好奇，我就进村去探秘，然后遇到了这两位豪爽的大哥，吃到了能让我香到哭的花椒。风里雨里，我在村口等你。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小白，这个是安妮，这个是波妞。我们现在来到甘肃啦，在我身后有一片红色屋瓦的这个房子它是建造在这个非常大的山里面，黄土高坡之上。我从来没有在甘肃吃过鸡，今天呢，我决定进村找一个有缘人尝尝这个大西北的鸡到底怎么样。跟着我的镜头，咱们一块儿出发。安妮这个毛剃了，是正儿八经的狮子狗了咦？什么声音还有羊吗？我带了这个2瓶地春我们贵州的特色。今天在谁家找到鸡吃咱们就一起把这2瓶干完，看看甘肃人的酒量到底怎么样这个好像没有人在家呀，主人家。哎，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花椒。来，我摘一颗给你们看一下，我闻一闻。哇，这花椒这么香吗？哇，天，你们知道吗？我在那个云南昭通陈大哥家那边在那个金沙江畔，他们种的那个花椒也好香。这个花椒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兄弟姐妹们，这个花椒真的绝了！哇，天，我就这样捏一下，你看这个花椒油出来，真的好香，爆汁儿香到那种程度哇，他这个院里种了好多花椒这个花椒用来再配上贵州的辣椒，再配上当地的土鸡，做成椒麻鸡，哇，我口水都流出来了。我现在非常激动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么一个主人家，能搞这么一顿吃。哟，说是停。你们好。鸡也住这里抓不了吧？你们是这个村的烫屁股。垫子你们村没人养鸡吗？没人养。野鸡那不能吃吗？这不能吃你们在这儿弄啥了？耍着了。我说想来你们村卖只土鸡，都没有人养。肯定有很多人觉得我是社牛，其实我是一个社恐。这初到甘肃一时间还不知道怎么和老爷子们搭话，在现场一度很尴尬。这人一多以后实在不知道如何打开话匣子。刚刚那个地方应该是村里的情报中心一帮老大爷在那儿玩得不亦乐乎。哎，这是什么呀？是桃子哎，这桃子怎么长这么小一个好像已经熟了他们这个村建得很好全都是这种米白色的墙，加上那种红色的砖瓦。爷你好。听不懂我说啥吗？这儿有人爷，你们家有没有养鸡是你忙兄弟姐妹们这个甘肃行，这才是刚来就要给我吃闭门羹了吗？我可能连闭门羹今天都吃不上了都没人在家嘛，这都锁着门的。小花长得好可爱这个小花这儿有躺椅，看来是有人在家的。瞅一瞅爷你好，在忙啥了？弄花椒。哇塞，我看看他们这个花椒好香这多少钱一斤那好得卖50块钱。50哇，好香，这个花椒的味儿。你们家养鸡没有没鸡。你们这儿叫啥名我们这叫羊丸。羊丸。羊丸村。有做啥的？我旅游了。旅游的旅游了，路过。那你忙了你喝水不喝水水喝不喝？水喝一口。喝一口。这个奶奶自己做的核桃手串我想起了柿子村的那个奶奶，我们接下来也要去找她。她之前也送了我这么一个核桃手串，这个做的漂亮看一下。谢谢你。不是。那我们走了你吃过饭了？还没有那走了，拜拜。我以为叫我呢。
其实阿姨挺友善的，但是我要找到这个有缘人呐，一定要让他主动开口。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这儿的花椒那是真的香啊，早就馋死我了。但是咱都逛了一大圈，这个点的村里啊，要么人们上山干活去了，要么就是没人在家。就在我垂头丧气的时候，这2位大哥的出现，才让我真正了解到这个宝藏村落。我进去喝点水吗？你们家啊，这是什么品种葡萄？阳光玫瑰、马奶子，马奶子。熟了就这么长，哦，肥肥的，这个啥时候能吃啊？七八月份了。哇塞，这个色彩好漂亮啊，感觉好美啊！好嘞，哥，来抽根我这个，来嘛，试一下。这个是红酒味儿的，哥，红酒味儿的，中间有那个珠珠。这个是什么植物啊？登山花，登山花，开小花，开过了哦，开过了，正月份正月份开，冬天的时候开冬天的时候啊。他们这个院儿可真好呀！这个庄有多少户人啊？100多户。你们这个村子是不是花椒很香啊？我刚看到那个有人种的那个花椒好香，我去摘了一颗。对，那个是大红袍。大红袍花椒。对，在咱们这边也是挺有名的一个花椒。哎，为啥你们这边没人养鸡呢？鸡的很少，一般都是老人在家嘛。你们平时不在家？我们平时不在家啊。你姓啥呢，哥？我们这个村子就2个姓，一个姓杨，一个姓李。这2位大哥是真直接啊，直接把我往家里带，端茶送水的。我这个人呢是很相信面相的，他们的样子啊看上去都慈眉善目的，其实大哥们也没比我大多少，所以这个男人之间呢，只要双方之间有话聊，很快就能拉近距离。这是我三叔家，我们家也还在那边呢。一个兄弟他今天回来了，又跑到去玩去了。哦，这你看马上就要摘花椒了。马上要摘花椒了。那你们那个花椒是按1两多少钱？1斤，按斤算，多少钱一斤？那个也不一定。你像去年的话，就是才30多。晒干了那种。对，晒干了。哦，家家户户搞得好好啊！你们这边跟很多人印象中的甘肃不一样。我是那个贵州的嘛。你们是贵州的啊？贵州过来自驾游。我就看到这个红色的，我是说进来拍视频啊啥的。饭吃了没？现在早吗？晚饭是如果是没地方吃的话，到我们家去吃。我们家在那下面。你们这个地方真舒服。我们不是拍视频吗？在视频好多人说甘肃不都是那种土墙房吗？你看这房子一看，人家说这甘肃人看着像个别墅一样，我人家看着。在我们这儿是永昌江南，甘肃最低的一个地方，靠近四川。靠近陕西，它这边应该还是处在那个秦巴山脉和那个秦岭。对，秦岭。你们这个地儿好，这个花椒我刚闻了，我说这个花椒真的好香，我很少见到这么香的花椒。现在是看起来是绿绿的，全部红了的时候，看这山都是满山遍都是红的。红的啊！它这个屋顶，所以它搞成红的，就是说你们这个地方就专门产花椒。对。哦，这么来的。这是陇南花椒基地嘛？哦，陇南的花椒基地啊。一年年产量有多大呀？你像一家人家多的也有1、2千斤，一家就有1、2千斤。原来这个小院不是大哥他们家，只是过来这里借用卫生间洗澡。过一会儿他们还得回自己家里。这话匣子打开以后，和他们聊得有来有回。没想到大哥主动发出邀请，让我一会儿去他们家里做客。你看，这不有缘人就来了吗？不过接下来的故事啊，着实让我尴尬了一把。你们这边吃晚饭的话是多久5点多6点，差不多跟我们。我去给你们拿点东西吧。你们在这儿还要待多久？过来洗个澡，我们就过去了。那你等我们一会儿，我去给你们拿点东西吧，是我们贵州的特产。我去给你们烧点那个特产。不用。哎呀，这个真不用。你们就在外面都。哎呀，我们就是走到哪儿做客呀啥的。不用。你看这就是喝点水。你们是晚上没地儿吃饭的话，我们在那边。等一下我可以带你过去看一下。那你等我一会儿。好嘞。这大哥，我本来刚刚坐在这里休息，然后没想到遇到他们了，真的是好巧不巧。兄弟们，我不卖花椒，你们不要以为我找的演员，真的不是这样啊。哎，锁门了，哥，我还说跟他把这个特产提过来送给他，锁门了，去哪儿了？哎，哥，
我们给你带过来了。我刚刚以为遇不到他们了，他们回去了，以为我不来了，因为我车停在那边外面的，走路过去老远了。走，这个狮子狗啊，安妮成了正儿八经的狮子狗了。哇塞，好漂亮！这样看着，观景平台真的太美了。甘肃的蓝天白云也很美哦啊！你看他们这个小菜园子，看着好有意思啊。这西红柿一看就很好吃。哇，看着好美啊，真的，感觉这才是春天呢。你看一下这花椒，馋得我口水都出来了。这一路走过来，老远都能闻见花椒味儿。我是一个讨厌只有麻味儿没有香味儿的花椒，没想到这个村子漫山遍野种的都是花椒，这个香味儿真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一想到一会儿的饭菜是用这个花椒炒的菜又把我给乐开花了。给你们带点我们贵州的这个特产酱酒，尝尝。不用这样客气，给你们尝尝嘛，反正就是走到哪儿咱们接个朋友嘛。哇塞，好香啊！这就是好，我先把他两个招呼过来，坐下。好，安妮坐。这两栋都是你们家房子吗？这是我们俩兄弟的。啊，你们搞得好大，这房子，这么大一栋。哎呦哇，看一下，你们这个景色也美啊，这风景太美了。那上面全都是花椒，全都是花椒。全都是花椒。哇，一阵风吹过来就能闻到那个花香的味道，花椒香的味道。哦，谢谢哥。这花椒的时候，随便走到这里都能闻到花椒味儿啊！都能闻到。你们这边要是搞椒麻鸡，那个肯定很香啊！这个花椒就弄到成都下面去了，就运到成都下边去卖了。怪不得成都的、四川的那边的火锅好吃，可能就是有你们这个花椒喽。成都专门有这个大的一个批发市场，就有这弄来的花椒。陇南的花椒。我们这边哦，你们这边有桃子，尝尝。出去。哇，这个桃子香，这个桃香。前天买上来的。瓜。哎呀，好，谢谢。在你们这边我建这么大一栋两栋，地基啊，加上这个材料啊，这些花费要多少钱？20多万。中午煮的茶叶蛋，你们先吃点垫垫。好，谢谢哥。等一下咱们吃了。你们这边野猪多不多啊？多。土豆不敢种，土豆都不敢种，种了就被它吃掉了。在那上面就是在路边上有一块地，我们种了3年，一颗也没挖回来，就让那野猪全吃了。这边野猪大不大？大，有300斤到400斤的，300多到400斤的。哦，那能大很大了。他以前不让打嘛。我和大哥们聊得天花乱坠，嫂子在隔壁做起了晚饭。让我没想到的是，甘肃竟然也会做我最爱吃的扣肉，而且和我老家的扣肉差不多。土豆丝、葫芦瓜、猪皮火腿肠、西红柿炒茄子，看似普通的菜，但是配上花椒以后，又加上原材料好，这香味儿直接翻倍。刚刚跟哥聊天，聊太嗨了，都忘了嫂子在里面做吃的，上菜了，这么快啊！今天来的凑巧。都在网上发完了，发的太小了。哦，这个碗啊，不小。尝尝咱们贵州的酱香，这个我走到哪儿都推荐到哪儿。这还很美的。哎呦，你说这些，咱们带来就是喝嘛，闻到香味没有？可以，是可以。这个酒我喝过。你喝过？这个？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个朋友，毕冲，这是啊。这兄弟了。他开车的话就不喝了。哦。我感觉喝了有点蜂蜜的味儿，甜，挺香，甜的。这个酒它就是喝着很顺，也不辣。对，我们老家做的这个扣肉。哦，尝尝。这个肉也是我们岳父自己养的猪。美食评鉴时间到了，尝尝。没想到你们这边也吃扣肉嘞，我以为你们这边不吃。是啊，我们这边就是把扣肉你做好之后，全部搞到冰箱里面冻起来，肥而不腻。这个真不错。这个没放梅菜吗？没有，这里没有。我们这边有的人往里面放点豇豆呀，有些就是把那个黑菜、野菜弄回来冻干之后，炖扣肉的时候放进去，那个也挺好吃。就是梅菜也差不多。哦，跟梅菜差不多。这个是什么菜啊？这个是那个火腿肠啊。火腿肠它是专门拌凉菜。拌凉菜的火腿肠。专门拌凉菜。
也没有啥好菜。哎呦，你说这个家常菜就是这么吃，就这么吃这么香。也真是餐馆里面吃，我花100多吃不了这么香。我说实话啊，这是实话实说。别客气，反正多吃点。吃点这个土豆丝，你们这边的土豆丝我觉得非常香。对，这个是煮花儿，我们这边叫煮花儿。煮花儿，煮花儿，它外面是那个猪皮儿，里面是火腿肠。里面是火腿肠，外面那个是猪皮。哇，这个吃着真的好香。再来一块。是，别客气。哇塞，这个，肥而不腻。我们这边扣肉都是自己家做的，过年的时候把买回来的肉全部就蒸起来，冻到冰箱里面，随时就可以吃。这个是不是叫那个叫炒什么剁三鲜？西江人叫那个红辣皮，就是西红柿和番茄，还有西红柿和这个茄子，还有青椒、洋葱。嫂子厨艺好，真的，我都整了好几块了。爱吃就多吃真的香。嫂子是不是放的这个花椒啊？就是你们本地的这个花椒？就是我们自己的花椒。哇，好香！对，我把这个花椒都吃了，真的很香。这个放了1年了，它那个麻味儿减了一点，但是还是很香。对，很多花椒啊是只麻不香，包括很多餐馆做的饭菜只有麻味儿，没有香味儿，这和花椒本身有很大关系。杨湾村的花椒在行情好的时候能卖到上百一斤，真是1分钱1分货。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啊，永远也体会不到花椒的香味，那一股很清香的芳香，过脑之后真的很上头。吃红温了，上色儿特别快，我就喝点儿，我就很快就上喝酒脸红。你啊，你没看出来啊？他说喝酒脸红的人量大，其实量不大啊。一喝酒脸红的人说是量大的。没有，他们说的是喝酒脸红的人心好、善良、孝顺，不是，反正是在夸自己了。给他们两个弄个点米饭啊。下到下边去，我们跟他弄那个狗粮吃。看米饭好多了。又吃肉，真吃饱了，真吃饱了，不客气。他吃饭很快的，我跟他去餐馆吃，点1碗面，我还吃一半儿，他就已经干完了。这个是专门拌面吃的。我们是以面食为主。你说你们是贵州的，我过来我说你把米饭给少。我一听你们是贵州的，太细心了嘛！我来甘肃好多天了，我没吃过一顿米饭。这边的米饭餐馆不好吃，对，还不如吃面。我本来贵州也有朋友。嫂子不喝点吗？他不喝。我们贵州少数民族啊，女人那是必须得喝点儿，也能喝，对。我以前都喝了。他以前喝了，以前喝。身体不好。这样。来第2杯的时候哈，他说2只腿来的，那你就再喝1杯，好事成双。喝完又说，虽说是好事成双，咱们还得再来1杯，为什么？这1杯呢，才是我们真正敬你的。一环套一环，反正是要把你放倒为止，主人呢才会觉得他招待很周。来，哥，来，你喝完感觉怎么样？我喝出风味的，它就是那个果香味儿。这个酒嘛，它是那个跟那个茅台同工同曲的，它这个是那个保密酒起，16种菌种，那种保密菌种酿造的，所以你能喝出那个毛子的口感，然后回甜不上头，软绵绵的，有花果香的味道。对，就喝完之后感觉就口里香香的那种。对，这个过年的时候发一些这个酒，可以发吗？我给你发，你到时候把地址给我，我给你。倒酒先倒。没事，全到哥了，没有这么多讲究，没那么讲究。男人之间呢，有了酒，有了菜，喝开心了，只要相互之间真诚地对待彼此，朋友就这么交下了。2位大哥都是性情中人，没有弯弯绕绕的，言谈举止之间就能看得出来。与这样的人做朋友，开心真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你们照不照相，哥？不照相，我给你们照个相吧。算了吧，算了啊，那我们吃饱了，我们也下去了。我说就住在这里，明天再走。我们得下去，下边还有一个小兄弟在下边。行啊，回来了你们就可以上来玩。好。咱们房子人家知道了。知道了。咱们也有你发消息。好嘞，因为我们都在家里。嫂子，走了，拜拜。谢谢你啊。没事啊，走了，哥。啊，慢点啊。好，大哥挺爽快的，回头再给他搞一件。今天虽然没吃到鸡，但是这个花椒啊太香了，真的，兄弟姐妹们，
这个是我目前为止吃过我老家以及云南昭通，然后就是这个地儿的花椒了。我真的太菜了哇！咱们先滚了。